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远赴山海不回头》故事解说。同样的暑假，妹妹佳佳奔赴西京旅行看世界，而张晋真的夏天永远是超市里日复一日的轮岗上班。这样辛苦单调、独自谋生的暑假，她整整坚持了4年。很快，张晋真敲定了超市暑期工，确定次日到岗。收拾行李时，她向母亲询问自己的护照，母亲温柔回应早已替她收好，看似贴心周到，却从未真正过问她的处境与心愿。回望整个大学4年，张晋真的所有假期都被打工填满。大一暑假，母亲安排他进厂打工，包吃包住的工作能让他自行积攒学费，减轻家里负担。可同一个假期，家人却带着妹妹佳佳前往中京游玩，肆意享受休闲时光。大2学年，张晋真顶着压力值守便利店夜班，昼夜颠倒的作息十分熬人。但在家人眼里，便利店吹着空调，工作清闲，根本算不上辛苦。闲暇时，哥哥会耐心手把手教佳佳开车、看后视镜、练倒车，细心辅导她梳理学习公式，把所有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妹妹，从未分给张晋真半分。大3暑假，张晋真在辅导班兼职授课，靠自己的双手赚取生活费，而家人依旧带着佳佳远赴海岛度假，看海散心，享受假期。到了大4这个最后的暑假，他依旧照常去超市打工，忙碌不休。去往西京的旅行机票，家里从来没有为他准备过。打工结束回家后，哥哥特意给张晋真带回一双鞋子，贴心告诉他鞋底柔软，就算在超市站立10个小时也不会累，能缓解打工的疲惫。张晋真试穿合适，真诚向哥哥道谢。哥哥主动提及，今年佳佳的西京旅行所有开销都由他承担。在他看来，佳佳年纪小，正是出门开阔眼界的年纪，身为姐姐的张晋真理应多包容，多担待。这番话让佳佳满心欢喜，直言向往西京的古街与特色小吃。哥哥尽数应允，承诺全程顺着他的心意安排行程。母亲随即叮嘱哥哥浩明，佳佳明年即将大4，当下就业竞争激烈，让他提前为佳佳对接优质岗位，为妹妹铺好就业路。哥哥当即答应，告知母亲岗位已经落实，佳佳毕业即可入职。随后母亲转头询问张晋真是否需要哥哥帮忙安排工作，张晋真果断拒绝。他告知家人，自己已经敲定海外实派的工作，拿到毕业证就动身远赴海外。哥哥见他已有完整规划，不再多劝，只叮嘱他独自在外注意安全。收拾旅行行李时，家人询问佳佳是否携带新裙子，佳佳欣然同意，称裙子拍照会格外好看。随后佳佳主动询问张晋真是否需要代购西京特产，张晋真毫无期许，只让他随意即可，不必特意惦记自己。母亲见状立刻感慨佳佳懂事贴心，出门游玩还记挂家人，转头就指责张晋真不懂事，不懂谦让。母亲直接提议让张晋真把暑期工第1个月的工资拿出来，当做佳佳的旅行零花钱，称女孩子出门在外身上必须有余钱。佳佳连忙假意推脱，说自己零花钱足够，但母亲依旧逼迫张晋真让步，让他不要心疼钱财，好好让妹妹游玩。没过多久，手头拮据的张晋真没钱吃饭，先向母亲求助50元生活费，母亲置之不理，他只能低声向佳佳开口借钱。佳佳爽快转账50元，可这一幕被母亲撞见后，张晋真非但没有得到体谅，反而被母亲严厉斥责。母亲指责他年纪不小，还刻意压榨、欺骗妹妹的钱财，毫无姐姐的担当。明明是走投无路的求助，最后错的人却依旧是他。张晋真满心委屈，却无从辩驳。与此同时，张晋真收到工作通知，他的海外外派手续全部办结，下周1需要到中营集合报道。另一边，佳佳收拾旅行行李时，嫌弃自己的行李箱不好看，执意要借用张晋真的箱子去西京旅游。张晋真直接拒绝了妹妹的请求。佳佳十分不解，抱怨他小气，认为张晋真整日打工，足不出户，根本用不上精致行李箱，没必要执意霸占。被拒绝后，佳佳心生不悦，赌气表示自己绝不稀罕。家人得知此事后，全员站队指责张晋真。父亲劝说他不必为一个箱子让妹妹难过，做人要大度。母亲则数落他越长大越不懂事，身为姐姐不肯迁就妹妹，毫无家人情谊。即便面对所有人的指责，张晋真依旧坚持立场，明确表示行李箱自己另有他用，坚决不肯出借。佳佳见状立刻假意懂事，阻拦父母继续责怪姐姐，称自己可以换别的箱子，不让姐姐为难。可即便如此，家人依旧认定是张晋真小气固执，硬生生惹哭了懂事的妹妹，所有过错都归到她身上。没过多久，哥哥拿出一个精致行李箱送给佳佳，而这个箱子正是此前张晋真送给哥哥的生日礼物。哥哥毫不在意张晋真的感受，直言礼物送出便归自己所有，想赠与谁全凭自己心意。佳佳又惊喜又忐忑，询问姐姐是否介意。
哥哥让他放心使用，无需顾虑。看着眼前偏心的一幕，张敬真满心无奈，不再辩解，默默转身离开。之后，一家人围坐讨论新房装修风格，有人偏爱高级温和的杏子灰，有人青睐简约耐看、方便打理的珍珠白。众人争执不下时，张敬真明确表态，全屋装修听从家人安排，但自己的卧室必须由自己做主。家人没有反驳，一致同意尊重他的想法。张敬真随即说出自己的诉求，他想要粉色墙面、超大飘窗，还要在窗边预留位置摆放梳妆台，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小空间。装修讨论结束后，家人呼唤张敬真吃饭。落座后，父亲主动告知他，家里已经购置新房，房间分配全部敲定，让他有空回去看看。张敬真询问购房时间，父亲坦言已经买了半年，180天的时间，家人全程隐瞒，从未对他透露只言片语。面对他的质问，母亲十分不悦，斥责他态度恶劣，辩解买房琐事繁杂，不可能逐一通知所有人，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的偏心与不妥。张敬真随即询问新房门锁密码，母亲脱口而出971604。张敬真瞬间看清了家人的偏心，这组密码由哥哥的出生年份和佳佳的生日组合而成，6位数字里没有一个数字与他相关。心寒至极的张敬真轻声询问母亲自己的生日是哪天，母亲一时语塞，许久才勉强回忆，说她是寒冬早产出生，当年大雪天自己出门待产不慎摔倒，险些难产，受尽苦楚才生下她。母亲还随口提起，从前总说张敬真是天生来讨债的孩子。父亲连忙打断母亲的话，不让她继续多说。张敬真压下心底的酸涩，轻声询问次日能否再喝到当天的汤。母亲温柔应允。简单用餐后，张敬真率先放下碗筷离场，其余家人陆续吃完离开。餐桌上唯独剩下张敬真的碗筷。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吃饭最慢，最后吃完就由谁洗碗。多年来，这条规矩从未改变。家人从不主动叫他吃饭，等他落座，众人早已吃到尾声，他仓促进食却依旧最慢，洗碗的重担永远落在他身上。寒冬腊月，他常年用冷水洗刷碗筷，双手年年长满冻疮，红肿刺痛，却从来没有一个家人留意过问他的疼痛。在外人面前，母亲总会主动替他辩解，说他不跟着家人出游，不参与玩乐，是自己想要打工积累经验，吃苦耐劳。在外人眼中，张敬真是懂事上进、吃苦耐劳的好孩子。只有他自己清楚，他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从小到大，所有美好、轻松、光鲜的机会都属于佳佳，所有辛苦、劳累、委屈的事情都由他承担。旁人疑惑他为何不游玩、不拍照、不爱热闹，家人永远统一回复是他自己不愿意。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孤僻冷漠、不合群，是家里多余的隐形人。家人用一句他不想要，掩盖了所有的偏心与不公，让所有人都默认这是他的本性。不久后，快递员上门派送文件快递，张敬真签收后，看着手中的毕业证与学位证，百感交集。毕业意味着他终于挣脱原生家庭的枷锁，拥有了彻底离开的机会。这时，哥哥主动开口，询问他想要什么毕业礼物，坦言曾经答应过他，毕业会送上一份惊喜。哥哥短暂的记挂让张敬真格外意外，他从未奢望过家人会给自己准备礼物。哥哥让他慢慢考虑，不必着急。随后，哥哥询问他次日下午是否有空，想让他陪同自己去接种疫苗。因为即将外派美洲，公司要求提前完成疫苗接种。张敬真这才明白，哥哥口中的毕业礼物不过是需要他陪同办事。他心底难免失落，却还是点头答应，轻声道谢。他想要的从来不是物质礼物，只是离别前能拥有一次不孤身一人的陪伴。他查询好时间，医院4点下班，当下出发刚好来得及。可两人正要动身时，佳佳提出要购买旅行新衣，哥哥当即更改计划，决定先送佳佳买衣服，回来再陪张敬真打针。张敬真连忙提醒哥哥，时间紧迫，拖延会错过接种时间。可哥哥理所当然让他修改预约时间，在他眼里，佳佳次日就要出游，新衣必须提前买好，妹妹的事情永远优先级最高。佳佳假意懂事，劝说哥哥不用顾及自己，优先陪姐姐打针，自己可以少买几件衣服。哥哥立刻否决，直言旅行就要穿得好看，拍照才出彩，坚决要先帮佳佳置办妥当。哥哥看似把选择权交给张敬真，实则早已笃定他会让步。24年来，只要他不肯妥协，就会被贴上不懂事、小气、嫉妒妹妹的标签。背负着这个罪名，他一次次被动退让。万般无奈下，张敬真只能点头同意。哥哥安心安抚佳佳，满心宠溺，全然忽略了身边失落的姐姐。看着两人开心离去的背影，张敬真清楚，哥哥再也不会回来陪自己打针。最终，
张敬珍独自一人前往医院接种疫苗，护士叮嘱她放松手臂，按压棉签止血，全程无人陪伴。她默默告诉自己，一个人也可以做好所有事。另一边，佳佳一下午挑选了大量旅行新衣，件件精致好看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特意给父母选购了礼物，全家人纷纷夸赞佳佳孝顺懂事，出门游玩还心系长辈。母亲借此当众对比两个女儿，数落张敬珍从未惦记家人，不懂体贴，同样是亲生女儿，品性却相差甚远。长久积压的委屈彻底爆发，张敬珍当众反问母亲：佳佳的礼物是用母亲提前给的2000元零花钱购买的，不过是借花献佛，何来真心孝顺？她当众控诉家里的不公，自己24岁，只比佳佳大1岁，大4的她只能辛苦打工，还要被要求把工资分给妹妹当零花钱。可大3的佳佳就能拿着家里的钱肆意旅游购物，无需为生计奔波，这样的对待从来没有一丝公平。谎言被戳破，母亲恼羞成怒，斥责她小心眼、不懂事，年纪不小还和妹妹斤斤计较。父亲也随即出声制止，让他不要和母亲顶嘴，觉得他只是无端发脾气，小题大做。张敬珍彻底心寒，不再争辩，默认了所有罪名。他早已看透家里的相处规则，只要妹妹示弱落泪，只要家人抱团指责，错的永远是他，无理取闹的永远是他。心灰意冷的他准备回房独处，佳佳却上前拦住他，逼迫他向母亲道歉，直言长辈无错，身为晚辈的他太过不孝。张敬珍满心讽刺，24年来他习惯性让步、隐忍、付出，把所有好处让给妹妹，把所有委屈自己咽下。如今就连他表达一次不满，说出一次不愿意，都成了不可饶恕的过错。他冷冷回怼，最没有资格谈论懂事与孝顺的，就是一直被偏爱、一直被迁就的佳佳。佳佳被对哭，立刻向哥哥告状。哥哥第一时间安抚委屈的佳佳，转身劝慰生气的母亲。自始至终，没有一个人询问张敬珍的委屈，没有一个人在意她的情绪。这一刻，张敬珍彻底释然，不再辩解，不再期待，默默和这个偏心的家告别。当晚，家里依旧没人叫他吃饭，他也毫无胃口。餐桌上的碗筷依旧摆在原处。这一次，他再也不想强迫自己懂事，不再默默收拾残局。他认真整理好自己的毕业证、证件、接种证明，细数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寥寥无几。衣物够穿就好，无牵无挂，一身轻松。他订好了次日最早一班去往京师的车票，下定决心彻底离开，卸下多年的压抑与内耗。这一晚，他睡得格外踏实安宁。次日临行前，家人依旧言语苛责，有人假意劝说他向母亲道歉，别让母亲带着坏心情出游；有人恶语相向，指责他性格偏执、摆脸色、不懂感恩；还有人不解，疑惑他只是打工，为何要收拾行李箱大动干戈。张敬珍懒得解释，拖着行李箱转身离开。他的决绝让家人瞬间慌乱，纷纷追问他的去向，让他停下脚步说清缘由。父亲心急追赶，险些被车辆撞倒。即便如此，家人依旧毫无反思，反而继续责怪他任性自私，不顾家人，没有良心。慌乱之中，母亲拨通了学校徐老师的电话，恶意告状，称张敬珍无故闹脾气，脱乡离家，拒接电话，让老师帮忙劝说阻拦，还刻意贬低他性格倔强、心眼小、性情叛逆。熟知张敬珍的徐老师当即为他辩解，直言他在校4年表现优异，品性端正，绝不会无端闹事，劝说家长冷静沟通，好好化解矛盾。母亲不肯罢休，执意让老师叫张敬珍接电话。接通电话后，母亲厉声质问他为何擅自离校，不提前报备，偏偏选在家人出游当日闹别扭。张敬珍平静回应，自己早已告知外派工作的安排，只是家人从未放在心上。他清楚，那天所有人的心思都在佳佳的旅行上，根本无人顾及他的去向与规划。母亲依旧不依不饶，拿父亲险些出事一事指责他无情无义。张敬珍不再争辩，平静告知母亲，往后不必再管自己。徐老师见他规划清晰，贴心询问是否需要帮忙联系宿舍暂住冷静，被张敬珍礼貌谢绝。临行前，徐老师叮嘱他抵达后报平安，由衷夸赞他抗压能力强，远超常人坚韧，劝慰他不必凡事独自硬扛。4年求学，听过无数客套夸奖，唯独这一句真心的认可，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隐忍与坚持并非理所应当。他在心底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，那个常年洗碗、无条件退让，在家透明多余，被视作讨债鬼的二女儿，从此彻底消失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只为自己而活，不必刻意懂事，不必迁就任何人，不必背负无端的委屈。挣脱原生家庭的枷锁，他没有失去的难过，只有卸下千斤重担的轻松。多年束缚留下的勒痕依旧存在，但他的内心终于澄澈安宁。
家人依旧不停发消息催促，逼他发送定位，扬言要把事情闹大。张敬珍早已看透家人的相处模式，先施加伤害，再假意关怀，打完别人一记耳光，还要质问对方为何不展露笑容。不久后，哥哥找到暂住的张敬珍，开口便是质问与不满。因为他的突然离开，全家出游计划作废，佳佳的日本之行泡汤，所有人都心绪不宁。哥哥质问他是否满意这个结果，张敬珍内心平静，淡然反问哥哥，自己需要解释什么？是解释正常入职工作，还是解释自己终于不再无条件听话，一味懂事？随后，他细数多年积攒的委屈。大二，他高烧39度，身体剧痛难忍，哥哥却全程陪伴佳佳练车，无暇顾他。期末结业当天，全家人齐聚为佳佳庆生，无人记得他的生日。去年他学费差2000元，四处为难，独自硬扛。哥哥却转头给佳佳买下崭新平板，毫不吝啬。多年来，他的心声无人倾听，他的难处无人过问。哥哥这才留意到他身上的磕碰伤痕，知晓他常年胃不好的旧疾。这些被全家人忽略多年的细节，让他满心愧疚与愧疚。此时，外派项目人士联系张敬珍，逐一核对他的护照、毕业证、身份证、接种记录、紧急联系人等资料，同时告知他，外派前有至少3周封闭培训，期间手机受限。私人事务需提前处理完毕。填写紧急联系人时，张敬珍满心犹豫。常理之下需填写父母信息，但他清楚，一旦出事，家人只会借此评判他，指责他，安排他的人生。可反复思索后，他悲哀发现自己孤身一人，再无其他可填写的人。次日清晨，哥哥主动找到张敬珍，别扭邀约他共进早餐，想要缓和兄妹关系。用餐时，哥哥询问他何时确定的外派名额。得知是上个月已定后，不解他为何刻意隐瞒。张敬珍直白道出顾虑，他太了解家人，提前告知只会有2种结果，要么以女孩远赴海外不安全为由阻拦，要么逼他把珍贵名额让给佳佳。这是他改变人生的机会，绝不可能拱手让人。哥哥坦言，他离开后父母终日郁郁，母亲彻夜难眠落泪，父亲满心愤怒，全家都陷入低落，询问他是否心怀愧疚。张敬珍轻轻摇头，多年的伤痕早已结痂，家人视而不见，便以为从未伤害过他。一句轻飘飘的道歉，弥补不了多年的亏欠与委屈。20岁，他独自打工谋生，家人阖家欢乐出游。22岁，他交不起房租，独自硬扛，家人依旧满心偏爱妹妹。那些无人看见的煎熬与委屈，从来无人弥补。哥哥满心愧疚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他，告知密码是他的生日，卡里的钱不多，纯粹是给他的个人补贴，与家庭无关。张敬珍坦然谢绝，他早已不需要这份迟来的怜悯与补偿。哥哥又提出送他去车站，依旧被他拒绝。离别之际，哥哥终于放下掌控与安排的姿态，第一次真心询问他独自远行是否可行，是否安好。这份迟来的关心太过微弱，早已无法弥补过往的伤害。哥哥告诉他，家人早已心生悔意，母亲嘴硬心软，夜夜难眠，佳佳也为此痛哭。张敬珍坦然回应，不是他执意决裂，是家人多年的偏爱、忽视与不公，一步步把他推离了这个家。车站广播响起检票通知，前往京市的旅客开始检票进站。父亲望着执意远行的女儿，感慨她幼时温顺乖巧，如今却决绝远走，询问她逢年过节是否会归家。张敬珍没有给出肯定答复，他清楚自己不是一时赌气任性，而是真正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。这一次，他终于自主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，往后余生只为自己而活。